喂，算命的，你给我算算，我和他这婚能结吗？姑娘，我看你夫妻宫晦暗，恐怕这段姻缘并非表面那么美满。喂，你怎么说话呢？大喜的日子说点好听的行不行？好听的是假话，你想听吗？那你说说，怎么个不美满法？你的鼻尖位置色泽暗沉，此为财帛宫蒙尘，意味着你所托付之人财运已成败相，外强中干，债台高筑。你这人怎么回事？我们好心照顾你生意，你就在这里胡说八道咒我们。这位先生，我看你印堂黑气弥漫，此乃官非临门之兆，轻则口舌官司，重则牢狱之灾。祝你最近有一笔至关重要的生意，但最终的结果恐怕是竹篮的打水。至于你骗了谁，你自己心里清楚。这种面相一旦被激发，牢饭是吃定了。他说的是真的。别听他胡说。你给我，你给我！不是这样的，你听我解释。丁，有效算卦次数完成1/3，最多3个月。检测到生命倒计时，触发系统回溯任务，算命系统已绑定。地点：婚姻登记处门口。时间：每日下午2点至3点。目标：接待3位顾客并成功算准。大师，这是1万，您给看看我这姻缘怎么样？先生，你的面相有些奇怪。啊？怎么个奇怪法？你的子女宫饱满光洁，气色红润，说明你子女缘深厚，儿女也孝顺。大师您可真神了，我那儿子上个月刚给我换了辆新车，是挺孝顺。有，大师您看，这是我儿子，帅吧？像一块好田，种的却是别人家的庄稼。大师，您这是什么意思？有没有想过，你和你爱人都是方脸盘宽下颌，你儿子怎么生了张瓜子脸，眉清目秀的？年轻时邻里街坊开玩笑说他老婆漂亮，儿子一点不像他，专挑好的长。你儿子的眉骨高低，下颚宽窄，跟你和你爱人没有一处像。这种根源不合的面相，不寻常。不行，确实不行。丁，有效算卦次数完成2/3。大师，大师，轮到我们了，您给看看，我和老张，我们这婚结的到底好不好？图个吉利。你颧骨高耸，鼻梁起结，嘴唇削薄，是寡情刻薄相，是为3白眼。3白眼，心不善。你求的不是姻缘，是这位大爷的家产吧？你血口喷人，我们是真心相爱的。大爷，你的田宅宫宽阔饱满，家境不错，至少有套房子。但现在你的田宅宫上笼罩着一层青黑之气，这是鸠占鹊巢的凶兆，有人在图谋你的房子。他哄你假结婚，帮你套贷给你儿子买婚房，只要房产证换了他的名字，你第2天就被抛弃。我没有。你左眉里有颗痣，但你的痣的色泽发乌，形态不佳，是奸角之助。这种志向的人专骗别人的信任，用这招骗老人，你不是第1次干了吧？谢谢大师。丁，3卦任务完成，正在结算奖励，剩余寿命增加30天。恭喜宿主获得现金奖励100万。活下来了，任务完成，该下班了。我出10万，我出50万。大师，我叫王振华，500万，求您再算一卦，只问前程。抱歉，今天的名额满了。大师，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嘛，500万不够，我再加。马上3点，到点下班。大集团的董事长举着那张黑卡，独自愣在民政部门口。他活了半辈子，第1次见到有钱都请不动的人。江峰睡得昏天黑地，外面的世界因为他已经变了天。3个挂历被实锤，直接坐实了民政局神算子的本事。媒体、网红、富豪都在疯狂打探他的下落，有人甚至开出7位数的高价，只求能和他说上一句话。新任务发布，时间每日23点到01时针，方式塔罗牌占卜，领域凶案，目标接待3位顾客并成功算准。干什么呢？看不见这是哪儿吗？这不是夜市，收拾东西马上走。摆摊儿，我不碍事，就算2个小时。1分钟都不行，赶紧走，别让我叫人。我不走。小张，怎么回事？我有线索。什么线索？还没算，不知道。拿警察开涮，赶紧走。警察同志，有消息了吗？我女儿找到了吗？你
太太，你先起来，我们正在排查监控，2队的人都在外面跑，一有消息马上通知你们。48小时了，你们说黄金时间是48小时，现在时间都要过了，一点线索都没有吗？想找人抽张牌？闭嘴！什么时候了，还在这添乱？你能算出我女儿在哪儿？老李，那就是个骗子！别管我，你们找不到还不让我试吗？多少钱？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不收钱，左手切牌抽一张。宝剑3逆位，痛苦正在消退，环境特征解析中，潮湿、金属撞击声、挥护性化学气味，人还活着。在这个城市的北边，靠近水的地方，周围很空旷，听得见钟声。而且带走他的人你们认识，身上有很重的油漆味，不是刚沾上，是常年浸在里面的味道。想一想，谁付？那个装修工头之前因为工钱吵过架，他还说过狠话。前天他来家里拿工具，身上就是那股味道。查那个装修工刘建民，现在马上定位他的位置。丁，有效算卦次数完成1/3。人抓到了，就在你说的地方。那是你的功劳，我只是个算命的。少扯淡！你知道那是绑架案，知情不报，或者通过什么非法手段获取信息也是犯罪。我没有知情不报吗？他们一来我就说了。赵队，河道被害案的 DNA 比对结果出来了，数据库里没有匹配的。又没匹配上，那个失踪人口里筛选的几个男性都不对。不对，骨骼粗大，骨密度高，骨盆虽然残缺，但那个角度还是倾向于男性。但是所有失踪男性都排除了。不是男人，那是具女性。你们方向错了，当然查不到。这位先生，这是科学鉴定，死者第3腰椎横径和骨盆残片的夹角都符合男性特征。抽张牌，我告诉你为什么。女皇正位变体，丰饶的假象，生肌裂隙，长期摄入外源性雄性激素，骨骼2次发育。她是个运动员，练投掷类项目的。女皇代表母亲，她被害前刚流产，或者是刚刚分娩。不可能，子宫已经缺失了，你怎么看出来的？耻骨联合面，去查耻骨联合面背侧，如果有陈旧性凹陷，那是分娩伤；如果有新鲜的撕裂痕迹，那是流产。赵队，我得回去复检。要是错了，你今晚别想走。丁，有效算卦次数完成2/3。赵队，又怎么了？最后一卦送你了，算算你心里那个结。我没有心结。每个人都有秘密，尤其是警察。赵队，是对的，耻骨联合面有损伤痕迹，切片检测出4提送残留。真的是女的？是女的，体校失踪记录查到了，铅球运动员失踪3个月了，方向对了。2个案子，一个绑架，一个被害，全被这个坐在门口摆摊的小子说中了。赵毅现在看他的眼神彻底变了。还有5分钟，来吗？救人！别去左边，油箱在左边，要炸了！赵毅看我的眼神，不再是看骗子，也不再是看嫌疑人，而是在看某种无法理解的存在。让我来抽一张牌试试吧。正义逆位，公正的扭曲，内层的败坏，关键信息，那把枪少了一发子弹。赵队，3年前那个缉毒案，你的线人被害，你一直以为是被毒贩发现的，但牌上说不是。你想说什么？那个泄密的人，那个开枪的人，就在这栋楼里，而且就在你身边。他的枪里到现在还少着那一发子弹。丁，检测到宿主协助破获重大连环案件并挽救警员生命，任务评级完美，奖励结算，有害细胞降低8%，增加寿命60天，奖励现金200万元。新任务发布，地点春藤国际双语幼儿园门口，摸骨测字，摸母园，接待3位顾客并成功算准。幼儿园？春藤国际双语幼儿园，本市顶尖私立，1年学费30万，能送进去的孩子家里都有点来头。这是给我上难度了，算上刚得的奖励，他的命也只剩下不到4个月。不做任务，癌细胞可不会等他。测天赋，3岁看老，3卦收摊儿。干什么呢？摆摊。这里是私立学校门口，禁止摆摊儿，赶紧走，不然我们要采取措施了。这里是市政规划的人行道，学校红线在那个台阶上面，我没过线。那也不行，你这影响市容。
我没占盲道，没堵消防通道。你要是动手，我就投诉你蛮力执法，顺便发个视频。那你离远点，别挡着家长接孩子。大师，您这是给孩子看什么的呀？看前程，看天赋，钱随便给。这么便宜？那您给看看我家浩浩，我就想知道他这以后是上哈佛的料还是耶鲁的料。我们家已经在准备常青碰的基金了。我不看，我要吃肉。哈佛和耶鲁，这辈子是没什么指望了。大师，您这话未免太绝对了吧？我们浩浩虽然贪吃点，但很聪明的。钢琴老师都说他手大有力气。夫人，您想听真话？当然。哈佛去不了，不过新东方烹饪学校，他绝对是状元苗子。你胡说什么？你知道我们家1年花多少钱培养他吗？钢琴课、马术课、高尔夫，光是请私教1年就200万。你居然说他是个厨子！夫人，钱花多少和天赋在哪是两码事。令郎的手腕骨骼虽然被脂肪包裹，但如果仔细摸，你会发现他的腕骨比常人宽大，且桡骨剪突位置非常灵活，这在骨相上叫翻云覆雨手。听着还挺厉害。是很厉害，这是天生的颠扫好手，而且他的手指指节粗短，掌心厚实，不怕烫，控温精准。小朋友，你钢琴弹得开心吗？不开心，钢琴特别难听，老师那个节拍器哒哒哒的非常烦。浩浩，乱说什么？昨天你不还给姥姥弹小星星了吗？那是为了骗姥姥给买汉堡。还有，妈妈你做的饭太难吃了，真的只有咸味儿。还是张阿姨做的红烧寿司吃，她往锅里放了这么大一块黄色的石头糖，还倒了黑黑的水。令郎的味蕾敏感度是常人的10倍，他对味道的解析能力是天赐的。您非要让他去敲黑白键，是在扼杀一个未来的米其林3星主厨。算你狠！真的想学做饭？我想学做大鸡腿。大师，看看我女儿。大师，我儿子最近总发呆。什么大师？刚才那个不算本事，那胖孩子一看就是贪吃相，蒙也能蒙对。你想算什么？我是来让你开开眼的。大家都在传你神，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看出真金。这是我女儿林小曼，全校公认的天才少女。3岁背完唐诗300首，5岁就能心算3位数乘除，现在正在自学微积分。这么小就学微积分了，就是传说中的天才少女。大师，您给摸摸骨，看看她是爱因斯坦转世还是居里夫人重生。怎么摸不出来？是不是没见过这种极品骨相？他不是天才，他是个影后。小曼，背给他听：滕王阁序。豫章故郡，洪都新府，兴分邑镇，地接横林，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停！他不知道自己在背什么，他只是把这些声音刻在了脑子里，像录音机一样。那又怎么样？能记住就是本事。是本事，但代价呢？你们看他的食指，这是焦虑，还有他的枕骨、后脑平枕、眉骨压眼。这种骨详的孩子敏感多疑，极度渴望认可。小朋友，你刚才看你爸爸的时候，我没在你眼睛里看到爱，我只看到了恐惧。你怕背错一字不能睡觉，你怕算错一道题就会被关进那个没有窗户的书房。你闭嘴！你这是在诱导孩子，我要报警抓你！小曼，我们走，别听这个疯子胡说八道。渔舟唱完，想从彭吕之滨验证荆汉河阳之谱。我不背了，爸爸别打我！我没打。带他去看看心理医生吧，现在还来得及。再晚2年，等那根弦彻底崩断，这就不是天才，是高智商反社会人格的苗子。不背了，爸爸错了。有效算卦次数完成2/3。小伙子，还剩一卦。剩一卦，您想算什么？算我孙子能不能接班，看看这块料能不能守住沈家的江山。得摸骨。干什么？让他摸。丙骨，平阔无棱，缺威权之势，命格判定：散财童子 S 级，顶级探险家 A 级，家族败家子 SS 级。老夫人，这孩子接不了帮。理由
您可以看看令孙的手，指长长薄，并拢时指缝能塞进一张硬纸片，这是天生的漏财手，水过不留痕，经过不留声。还有他的一马星，此处骨骼高高隆起，色泽发亮，这说明他骨子里压不住，在这个城市待不住，在办公室里更待不住。你要是强行把100亿家产交到他手里，逼他坐在董事长办公室里签文件，不出10年，他能把沈氏集团卖了，去换一张环游世界的船票，或者是为了去南极看一眼企鹅，就被子公司抵押了。你的意思是我沈家唯一的孙子是个败家子？败家是相对的，在商界他是败家子，但在别的领域他是天才。什么领域？花钱的领域，他天生对新奇事物敏感，对未知充满好奇。如果您家里的钱几辈子都花不完，让他去花，反而是积德，他会成为顶级的探险家。小宝，你想当董事长吗？奶奶，董事长能去抓狮子吗？不能。那我不当，我想去非洲，我想去南极，我还想去火星。在这个破幼儿园里无聊死了，天天都要背书。散财童子，好一个散财童子！我沈家3代经商，积攒下的家业，若是连一个散财童子都养不起，那这几10年也是白干了。年轻人，你是第一个敢当着我的面说我孙子是败家仔的人。拿着，以后遇到麻烦报沈家的名字。下班了。哎，钱你不要？3卦已满，过世不候。钱是额外的因果，太多的话我承受不起。有点意思。这就是所谓的神仙大师吗？这几天别乱跑，局里好几个大领导都在问你的事儿，沈家也在找你。我没犯法。我知道那个案子，小张腿保住了，有麻烦给我打电话。新任务发布，地点：事故完成东门早市，09点到11点封。方式：测字。目标：接待3位顾客，并成功揭穿或验证真伪。行，明天去捡漏。早晨9点，潘家园东门的青石板地烫得能煎鸡蛋，人挤人，全是盘核桃的老头，还有举着自拍杆的主播。哥们儿，走错地儿了吧？前面左转人才市场，这儿是古玩城。没走错，兼职赚点外快。老王乐了，在这行混了20年，头回见测字鉴宝的。他觉得这小伙子要么是傻子，要么是来砸场子的。这行讲究眼力长眼，你弄个测字算真假？眼力我看未必，你那堆康熙喜宝全是激光雕刻的，眼力好的人不买。过了半个小时，江峰的摊子前没人停步，在这儿的都信拿放大镜的专家，不信刚失业的程序员。直到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死死抱着个报纸裹的东西，2步一回头的凑了过来。老板，那边地摊淘的明代民窑青花碗，5000块，起码是5万。一旁的老王伸长脖子，只看了一眼那角栏就把头缩了回去。一眼假，潘家园满地都是，可江峰压根没看完，只盯着纸上那个宝字。宝字，上面宝盖头，下面是个玉，宝盖头写太宽，盖住了玉。这东西不是官窑，也不是正经民窑，家庭小作坊烧出来的。再看下面的玉，这一点点太重，墨水渊开了，玉在底下是为垫。你这碗底的款式是用玉粉混合胶水粘上去的？不可能，我看过底款，大明成化年制，字迹清晰，还有磨损痕迹。清晰因为刚刻的，磨损因为用砂纸打的。你胡说，都没上手看，凭什么说是假的？敢不敢砸？如果是真的，我赔你10万；如果是假的，端面会有胶水层，或者用打火机烧一下试试真假。连碰都没碰，光凭写个字就算出底座是粘的，这哪里是算命，这分明是开了天眼。江峰的摊位前围满了看客，大家都很好奇，这小子到底要干什么？小兄弟，我来试试。刚才那碗我不予为凭，但我这画几家拍卖行说法都不一，老贾，听真话，自然。不用打开，画儿填字在中，田界分明，但这田字四周的笔画和你中间这一笔墨色一样，运笔的力道断了。怎么讲？画心是真的，但这幅画的题跋、印章还有周边的装裱是从别的画上裁下来拼上去的，行话叫借尸还魂。我看了1周都没拿准，几个专家都说是真迹，但我总觉得题跋的字风与画不符，原来是拼的。若不是先生点破，我几百万打水漂了。都别急，让我看看玉佩。
哪儿来的叫花子？赶紧走，别挡着我们做生意。等等，袋子里是什么？没什么，河边工地上捡的铁疙瘩，挺沉，想拿去废品站卖了换顿饭钱。拿出来看看。写个字。我不识字，就会写那个铁字儿。以前在铁厂干过搬运，就写铁。大爷，你的挂件。这是这个铁字，右边是湿，左边是金，失去了原本的金光，它才显出本相。大爷，你这东西不是废铁，这是唐代用来镇守黄河水患的大铁牛的一只脚。你看这断查处的纹路，还有这上面的铭文残片，这是国宝。这小子是个疯子吧？大爷，千万别卖废品站，出门左转，走200米有个博物馆办事处，送过去就说是在老河道遗址捡的。真的？钱拿着，打车去。送过去之后，国家会给你发荣誉证书，还有奖金。那个奖金够你养老了。紧急慌报，请刚才那位持有黑色漆的老人立刻前往管理处。重复一遍，那是国家1级文物重要线索。你怎么找到这儿的？天眼，你没刻意躲，查个租房记录不难。什么事？我妹妹赵小雅最近有点不对劲儿，去医院查了，脑 CT 核磁血常规全做了，一点毛病没有。但她总说有人在跟她说话。幻听？不仅是幻听，她说她在梦里总是去一个地方，那里很黑，有人在墙后面挠，沙沙沙的。醒来以后，她指甲缝里全是灰。这事你应该找心理医生或者精神科。找了，现在就在市精神卫生中心住着。医生说是重度精神分裂，开了药但没用。昨天我去探视，他抓着我的手说那个人快出来了。我知道你有本事，之前那2个案子我都看见了，你能不能去看看他？我现在没感觉。等等，带我去看看吧。你肯去？我不保证能看出什么，去看看能不能聊2句。丁，新任务发布，地点市精神卫生中心花园长椅，方式解梦，领域潜意识在真相，目标接待3位顾客并成功解析梦境。是新来的蘑菇吗？我不是蘑菇，我是解梦的。我昨晚又做梦了。梦见什么？我梦见我变成了一把伞，伞面破了，漏雨了，雨水特别冷，滴在我身上，把我骨头都冻裂了。我是不是快死了？你没坏，也不会死。你觉得冷，是因为为你撑伞的人走了，你在等那个人回来补伞，但你知道，他回不来了。啊，我想我妈了，我也想给她撑一次伞。哭出来就好，伞还在，你自己也能撑。哥说你有本事，你能听见吗？听见什么？挠墙的声音。他们说我疯了，医生说是幻听，哥说是压力大，但我知道那是真的。就在墙里面，有人在挠。小雅，隔壁是空房，没人住。有人，他在数数，1、2、3，他在我什么时候睡着，甚至在梦里，他也一直在挠。赵队，你妹妹没疯，她听到的声音是真的。你是说，隔壁真的有人？不是隔壁，是墙里。去查她卧室的那面墙，尤其是连接隔壁的那一面，那里有一个夹层，那里有东西，或者说有人。现在就去，立刻！那个人还没死，他还在挠。终于有人信我了。带上破拆工具去我家，把小雅卧室的那面墙给我砸开！现在，马上！等消息。10分钟够他们把墙拆了。有点意思，凑个热闹。你是谁？6病区主治医李文杰，刚查完房。大师，我不信这些，不过最近确实做了个怪梦，堵得慌。说梦见我在做手术，日常工作，但我拿手术刀切下去的时候，刀刃软了，不管怎么用力，刀身一碰皮肤就卷起来，换一把还
还是软。病人躺在台上看我不出血，怎么切都不出血，我急出一身汗。我自己分析，大概是平支撑压力大导致的功能性焦虑。大师给看看。不是压力大，是你觉得那把刀碍事。碍事？手术刀是你和血肉之间的阻隔，你厌倦了隔着金属触碰生命，潜意识告诉你扔掉刀。你想用手，你想把手指伸进去，感受温度，感受跳动，然后捏碎。真会开玩笑，算命果然全靠编。我是医生，只会救人，是不是编你自己清楚。你的手太稳了，不像救人，像行刑。建议休个长假，或者去自首。赵队，破了，真神了！修养卧室那面墙后面有个夹层，2栋楼是做梦的位置，被人从隔壁出租房打通了，铺了隔音棉，只有半米宽。人呢？抓了，是个通缉犯。这个人在里面住了快半年，墙上全是洞，正对窗口。那个挠墙声是他晚上魔镜头盖弄出来的。那个医生，那个李文杰也有问题。查查他经手的手术，特别是病人没下手术台的，死因和记录是不是完全一致？还有医院附近找不到尸体的失踪案。谢了。听说了吗？那个精神病院抓了个变态医生，也是那个神算子指点的。现在网上都叫他江半仙，听说有人出价200万悬赏他的住址呢。看来真是认红是非多啊！新任务发布，地点：星光传媒大厦楼下广场，时间9点到11点，观项打分，领域：颜值、气韵、星途，目标：接待3位顾客并给出评分与评语。观项打分，这是往火坑里跳，在一群靠脸吃饭、脸上动了800刀的人堆里去评价他们的颜值和星途，这是嫌他仇恨值拉得不够满。那就去看看这帮美颜滤镜底下到底长什么样。大师，听说你打分很准，那你给我这张脸打个分呗，满分10分，我有几分？2分。大师，你是不是看错了？是不是灯光太暗了？再给你一次机会哦，好好看清楚。多1分怕你骄傲，那个肩歪了，你的下颌骨磨了3次，挂不住肉了，现在全靠线雕硬拉着。还有你的夫妻宫，甜盐物太多压迫了神经，你最近偏头痛吧？最重要的是，你今年42岁。胡说！我今年18，我是纯天然的。家人们评评理，这人就是个骗子，我哪里像42岁？你的骨龄骗不了人，颈椎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这是长期伏案和穿高跟鞋留下的，至少20年积累。大姐，还要装18岁少女到什么时候？你家里的3个孩子，恐怕都快不认识你这张脸了吧？给我打分，我出钱，我要测星图。大师，我有多少分？我是不是能活？兄弟们，今儿个咱们不吃播，咱们算命。要是大师说我有10分，我就当场把这瓶白酒吹了。大师，我叫阿强，您看我这面相是不是大富大贵的命？我最近粉丝涨得飞快，昨天一场直播光打赏就5万，这都是福气。宰相肚里能撑船吗？买命钱？啥？买房钱？对，我正准备买房呢，全款。你刚才晚饭吃的什么？也没啥，10斤麻辣小龙虾，5斤红烧肉，2斤生腌螃蟹，还有这瓶52度的二锅头。怎么，大师也饿了？我车上还有猪蹄儿，给您整2个。你的分值是负数。负数？大师您真幽默，哪有负分的？因为你要死了。你咒我？老子身体好得很，上周体检的是脂肪肝，谁没有脂肪肝？你敢说我要死了？你的胃里现在不是食物，是残渣，腐烂的残渣。你赚的那些钱买不回你的胃。放屁！我现在就给你表演个一口闷，让你看看我的胃有多铁。别喝了，现在打120，去医院洗胃做止血手术，或许还能多活2年。再吃1口，今晚就是你的最后一顿。我偏要喝，吓唬谁呢？
大师，我是这栋楼的老板，刚才的事我看到了，有点本事，1000万，请大师上楼喝杯茶，帮我看看公司风水，再算算我这几年的运势。2000万，只要你算得准，以后星光传媒的风水顾问就是你，年薪随你开。拿好，意思就是我不赚这钱。李总，你的茶太贵，我喝不起。而且现在是下班时间，我这人有个规矩，到点下班，天王老子来了也得等。嫌少，年轻人做人要懂得把握机会，我可以给你双倍加班费。李总，我不爱钱，我只想保命。你的印堂发黑，眉间有断纹，这楼里的风水局已经破了，再多的钱也填不上那个窟窿。你说什么？想算，明天赶早。这楼里的风水确实破了。唉。哎，老板，查过了，那个江峰住在5栋502，昨晚回来后就没出过门。盯着，我就不信他不出门。只要他露头，不管是买菜还是扔垃圾，直接请上车。去敲门，告诉他我的耐心有限。让开，都让开！江峰，给我算！你别给我装蒜，2000万不够是吧？你要多少？老板，刚才那演技还可以吧？不错，加2000。谢谢老板。来了。江大师，好大的排场！李总，不用搞这些虚的，你的茶桌太高，我看人喜欢平视。昨晚你说我的楼风水破了，今天我把广场清了，就是想听听高见。钱我有的是，只要你能把这局给我圆回来。李总，我不看风水，风水救不了你，我看的是大厦将倾之象。危言耸听！我这楼请了港岛最有名的大师布阵，玉带环腰，藏风聚气。大师布阵，布不了人心。你的财报宫红的紫紫，那是淤血，说明你最近一笔巨款来路不正，带着血腥味。你的子女宫位置有一道横纹切断，在建筑相法里，子女宫对应大楼的西南角承重柱，那里的柱子裂了，对吗？你在胡说什么？我的楼质量没有任何问题，经过了验收的。验收？你这楼的地基打桩时，为了赶工期和省钱，用了不合格的钢筋，桩基深度少了5米。为了掩盖，你把那个想举报的监理赶走了，还精心策划了一场事故。现在那个裂缝不是我给你看不看的问题，而是物理学问题。地基下沉，尖溃响受力不均，还有3天。3天？如果不加固，3天之内这栋楼就会出现结构性崩塌。这不是生意，李总，这是几千条人命。你要吃的不是风水饭，是牢饭。关掉直播，都给我关掉！下班。星光传媒梅河波爹今天鸡蛋婚礼。我来不是为了道贺，是想告诉你一件怪事。金海大学最近不太平，图书馆那边几个学生精神出了问题，夜里能听到书本自己翻页。跟我无关，我不是私家侦探。沈家是金海大学最大的赞助方，我不想影响百年校定。你要是愿意去看看，西郊那片温泉山谷送给你。我不接私活，我的规矩您知道。新任务，去金海大学西门，每天早上7点做学业咨询，接待3位顾客。你能算算，我还要不要读这个博吗？这个男生明明生就一副挺拔的额骨，平直的眉骨，这是标准的文曲星骨相，主学业亨通，才思敏捷。可他的整张脸上却笼罩着一层浓重的灰黑之气，透着腐朽。博士退学？真的假的？这哥们我认识，物理系的刘伟，超级学霸。坐，你坐我对面。你导师是不是快秃了？法令痕很深，笑的时候嘴角向下扯，左边脸颊靠近鼻梢的地方还有一颗黑痣。你怎么知道？刘伟的声音发抖，这些特征太具体了，
他导师王建功就是这个样子。因为你的气运被他借走了，你是松柏之姿，生来就是栋梁，而他是藤蔓之象，只能依附攀爬。藤蔓缠住松柏，吸取养分，松柏就会枯萎。你这3年，是不是所有成果都成了他的肥料？你最近那篇关于量子隧穿效应的论文，其实已经写完了，对吧？他说我的思路是错的，让我换方向。他不是让你换方向，是想让你把熟透的果子亲手送给他。你这哪是读博，你这是在坐牢，还是给别人无偿打工的那种。你的学术运在北方，不在这个地方。离开这个系你写的导师。别退学，你的一马心动了。那篇论文不要再藏着了，今晚就投出去，投给德国那家应用物理学怪标，3天之内必有回音。大师，给我算算，能不能考上研？大师，小伙子，劝人背叛师门，这可不厚道吧？我这叫帮人弃暗投明。还有大爷，你这鞋带散了，小心点儿，别一把年纪再摔出个脑筋当。我不懂像样，但我懂物理。你凭什么断定他把这篇论文投给德国那家期刊，3天之内必有回音？因为他那篇论文的水平够了，也因为那家期刊的主编最近2年都在死磕这个方向，却一直没找到突破口，急需一篇有分量的文章来稳住自己的学术地位。这些也是你看出来的？不，这些刷物理加八卦论坛看到的。算命是风水，但投稿是信息战。校长，您的鞋带，右脚这根鞋带的磨损程度比左脚的严重很多，说明您走路的时候习惯性的用右脚先发力蹬地，最近右膝盖不太舒服吧，所以才下意识改变了走路的姿态。我劝他背叛师门，是因为他那个导师在偷窃，这叫止损。我让您系鞋带，是因为您是这所学校的顶梁柱，您要是摔了，学校的气就散了。这不叫迷信，这叫风险管理。让一让，让一让，装神弄鬼。你这么能算，算算我能不能进学生会主席团？算不准，我今天就让你在金海大学的论坛上出名。开始吧，算准了归你，算不准你就对着镜头大喊3声我是骗子。金融系的风云人物李雪，家里有矿，典型的白富美。想问能不能进主席团？外强部部长，虽然已经内定了，但我就是想听听你怎么编。进不去，别说部长，干事都没你的份儿。搞笑呢！上赛季校庆500万赞助，学姐一个人拉了一半，这种业绩，外研部部长除了他还能给谁？就是，整个学生会谁不知道学姐多拼？你一个摆摊的懂个屁！能力确实强，但人不行，颧骨高耸无肉，这叫孤峰独锁，刻薄难服众。还有这眼角的纹路，全是烂桃花。最近同时吊着3个男生，挺累吧？物理系的那个帮你写马哲论文，体育系的那个负责占桌买饭，计算机系的那个最惨，为了你的竞选 PPT 熬了3个通宵，这叫私德有亏。学生会要的是形象代言人，不是时间管理大师。你的竞争对手已经把你这点破事儿整理成文档发给指导老师了。哪来的证据？哥哥最好了，没你我可怎么活呀？人家计算机系的懂技术，全录音备份了，说是防疫省，所以别想主席团了，先想想怎么写检讨吧。大师，帮我算算，我女朋友去哪儿了？哪个系的活宝？演小品啊？我没开玩笑，叫苏月。昨晚在图书馆自习，11点多给我发微信说听到书架后面有怪声，像指甲刮墙，然后就发了一个救命的表情包，之后就失联了，电话不接，微信不回，我找了一晚上，他肯定被图书馆那个阿飘给抓走了。男生急得眼眶通红，声音都破了音，可周围人的反应嘛是看热闹。你们最近吵架了？没有啊，我们感情好得很。我昨天还排了半小时队给他买了芝芝采莓。他最近有没有跟你抱怨过什么？抱怨？哦对，他说图书馆总有人占座，还有考研的翻书声音特别大。哦对了，他说总有一个戴眼镜的变态偷看他，他都快烦死了。你女朋友没被鬼抓走，那他在哪儿？教务处写检讨呢。篮球男当场傻眼，周围的学生也全懵了。写检讨？昨晚他嫌旁边考研的哥们儿翻书声大，提醒几次人家没理他，他一气之下把你排了半个小时队买的芝芝莓莓全倒在了人家书上，还有笔记本电脑上。篮球男整个人石化在原地，脸上的血色退得干干净净。他引以为傲的女友，在他不知道的地方，原来是这副模样。小伙子，这恋爱谈的比高数还难懂，好自为之吧。江峰在金海大学一战成名，学生们开始流传着拜江神不挂科的口号。新任务发布，地点市中心高端宠物医院，通感的旺气，宠物心事疑难杂长并解决问题。
新来的医生吗？动物心理专家。我家的贝拉最近总是半夜乱叫，还把我好几个爱马仕的包都给咬坏了。医院的医生检查了几遍，都说他身体没病，各项指标很好。你要是真有本事，就给我看看他到底在想什么。夫人，他不是不满意您的包，他是嫌您太吵了。吵？我哪里吵了？我说话向来温声细语的。对您来说是温言细语，对他来说是噪音污染。犬类听觉比人灵敏得多，您穿高跟鞋走动的声音对他就是持续敲击。您每天下午开麻将局，洗牌出牌的碰撞声是巨大噪音。还有您晚上9点之后在家里开派对，重低音音乐和嘈杂人声会损害他的听力。胡说！我给他准备了那么舒服的窝，他困了自己去睡不就好了？但他根本睡不着，他的窝就在客厅旁边。您打麻将他能闻到烟味儿，开派对总有醉酒的客人去抱他逗他。他不是您的孩子，是您的社交道具。那他咬我的包又是怎么回事？总不能是我的包也太吵了吧？他咬您的包不是因为恨你，是因为您的包上有外面别的狗的味道。他尤其讨厌您那个棕色的铂金包。您昨天下午拎着那个包去您朋友孙太太家里喝了下午茶。孙太太家养了一只白色的萨摩耶，对不对？狗的嫉妒心比您想的强得多。他认为自己的领地被侵犯了，主人身上沾染了其他狗的气味，这是一种背叛。他没有能力去攻击那只萨摩耶，所以只能把愤怒发泄在那个沾染了敌人气味的罪证上。他再通过咬包的方式一遍遍告诉你，只能有我一只小可爱。那厚度至少1万。谢谢。大师，大师，大师，我这猫中邪了，您能给看看吗？打开。大师，您看，这不是中邪，是中毒。可我的猫一直关在家里，哪儿都没去，是不是为了巧克力洋葱？只喂猫粮和水。毒源在你家里。适当次，水仙花提取物。你家里很干净啊？对，我每天都打扫的。除了猫粮和水，没有别的东西？没有了，绝对没有了。你最近是不是觉得家里空气不好，想净化一下？是啊，我那房子窗户小，有点闷，所以你买了一盆新的盆栽，一盆绿色的，叶子细长，现在正开着白色的小花，被你放在了阳台上。啊，对，这就是水仙啊！老板说这玩意儿好养活，还能净化空气。大师，是不是那盆花有问题，被什么人下了咒？花没问题，有问题的是你的无知。你的猫舔了那盆水仙的叶子，或者喝了花盆托盘里的水。水仙全株有毒，对猫是剧毒，主要症状就是呕吐、抽搐，最后神经麻痹、心跳停止。它的呕吐物里应该有植物碎屑，只是你没发现。外卖小哥彻底傻了，悔恨和恐惧淹没了他。把他抱回那家医院，告诉医生是水仙中毒，让他们用最快的速度催吐、洗胃和解毒治疗。再晚10分钟，神仙来了也救不活，快去！谢谢大师。这位专家，你刚才的诊断听起来很专业，就是不知道您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有国家认证的职业兽医资格证吗？猫科动物的应激反应很复杂，呕吐、腹泻的原因多种多样，在没有做生化检测之前，凭空断定是某种植物中毒，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万一不是水仙中毒，而是其他急性病症，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那你刚才给那只猫做了什么检查？开了什么药？我建议他做全身检查，血常规、生化、DR 影像，但他付不起费用，我只能先开了点肠胃调加剂，让他回去肠胃期。所以你的负责任就是让一只即将毒发身亡的动物吃一堆对神经毒素毫无作用的益生菌。我这是规范操作，没有检查就没有诊断，这是最基本的原则。你的原则会害死那只猫。大师，神了，你真是神了！我跟医生说了是水仙中毒，他们给猫催吐，吐出来的东西里真的有花的碎片，化验也出来了，就是你说的10枚碱中毒，猫已经注射了解毒剂，脱离危险了。你不是说大师不负责任吗？大师看一眼就知道问题，你的仪器还没大师的眼睛准。我的天！大师，先看我的。我这里有我的规矩，今天只剩最后一卦。大师，我出2000。就你了。你不用过来，我过去。大师，你看我干啥？我这鸟好得很，能吃能睡，比我都健康。它身体是没病，就是那家只鸟最近话是不是有点多？亲爱的，开门呀！密码是4个8，我们去约会，不能让老婆知道。讨厌，你好坏哦！光头大哥带着自家鹦鹉来看热闹，不曾想这鸟嘴一张，直接把大哥的老底给掀了。他就是学舌，瞎说的，电视里学的。亲爱的，开门呀！这调数专业啊！大哥，你家电视有点东西啊！我老婆正跟我闹呢，以为我外面有人了，都要分居了。大师，你得帮我澄清啊！江峰憋着笑，清了清嗓子，决定帮他一把。他告诉大哥，他最近学会的新词都是从他车里的一个毛绒玩具身上学来的。我车里没那玩意儿啊！
我一大老爷们儿放那东西。密码是4个8。鹦鹉再次开口，喊出那句密码是4个8。光头大哥身体一震，脸上的血瞬间退光。你副驾驶座位底下是不是藏了个备用手机？密码是4个8。你每次在车里偷偷摸摸接电话，鹦鹉全听去了。现在他把你那些破事儿全学会了。你老婆在家里听到的不是学舌，是原声大破现场重放，全场鸦雀无声。所有人看光头大哥的眼神都写满了震惊和同情。这哪是算命，这是公开处刑加环绕立地声啊！去约会不能让老婆知道。喂，老婆。叮，3卦任务完成，脑癌细胞活性降低，寿命增加，获得新能力灵犀之耳。至于慌乱的光头大哥回家会不会跪搓一血，那就只有祝他好运了。江峰先生，对吗？找我有事儿，进去说。我们通过特殊渠道拿到了报告，您脑内的肿瘤非但没有恶化，反而出现了钙化迹象，癌细胞活性正在持续降低。今天来找你，不是强制你做什么，而是代表国家正式向你发出一个邀请，协助我们进行一项特殊的研究。什么研究？关于一些我们看不懂的东西。装神弄鬼，我倒要看看他能搞出什么名堂。嘘，你们看他的手。观察室里的气氛一下就变了，这种无法解释的协调感让每个人都集中了注意力。孙教授脸上的鄙夷不见了，他找不到反驳的词汇。污染模式，潜意识共神放大，正在解码异常波段。水灌进他的口鼻，肺部灼痛。去查查他的档案。张远7岁的时候，是不是在老家的河里溺过水，差点死了？话音落下，观察室里一片安静。这不可能！马上去核实，动用一切资源，联系当地部门查户籍档案，走访家人。3分钟，3分钟内我要确切结果。喂，江先生，核实了，张远，籍贯豫省周口市下属张村，21年前，时年7岁，于村口淮河故道支流溺水，昏迷超过5分钟，被同村村民救起，抢救3小时后才脱离生命危险。这不可能！半个月前，某处考古现场出土了一批先秦时期的竹简，所有直接接触过那批竹简的人，在1周内都陆续出现了精神异常，开始说一些谁也听不懂的胡话。你们找我想让我干什么？去破译那些竹简？不，我们只是想请你以你的视角去现场看一看那些竹简。我们拥有这个国家最顶尖的医疗团队和不对外开放的生物实验室，或许他们能为你带来一个真正的治愈方案。系统给的只是续命，每一次任务都只是把终点线往后推几天，而国家许诺的是彻底拆掉炸弹的机会。就算猜错了，大不了就当公费旅游。好了，别浪费时间了，下一个。放开我，烧掉，全都烧掉！火，有火！是你，你身上也有，烧掉你！孙教授，你现在去找一篇小学课文。收到，速度要快。幼儿还在山坡之草，知哪儿去了？火灭了，你安全了。所以你们的队员不是疯了，他们只是被强行按在了一台 VR 设备前，没日没夜的一遍又一遍重温自己人生中最恐怖的电影。我明白了，这是一种基于记忆唤醒的强制性心理暗示，它的信息波可能直接作用于大脑的性融合和海马体。封存室里来了第3个病人，这人跟之前2个完全不同，他不吵不闹，就那么安安静静的坐着，脸上挂着一个咧到耳根的笑，像个出了故障的机器。刘教授，30年前的盛夏，你是不是丢过一个刚满5岁的女儿？那个斯文儒雅的老教授终于哭了出来，压抑了30年的痛苦在这一刻彻底爆发。竹简放大了他内心最深的遗憾。30年前，他是国内顶尖的青年学者，被海外项目绊住脱不开身。唯一的女儿突发急性脑炎，送进医院抢救。等他做最快的最后的救治时间，一辈子活在愧疚里。唯一的自我安慰就是一遍遍告诉自己，女儿最喜欢看他笑。如果当初他在医院不是哭而是在笑，女儿看到也许就会开心，就会醒过来。那个竹简扫描到了这个病态的执念，然后把它扭曲成一个无限循环的电脑指令。所以他不是在笑，他是在用余下的生命对他那个再也回不来的女儿进行一场永不间断的无声道歉。带他去休息吧，找个心理医生陪着他，什么都不用说，让他哭，哭出来就好了。
丁，检测到宿主此刻太轻松，遇到新任务，命运角色影视城名利场，新任务生成发布，地点京海影视城拍摄地，时间骨相皮相，领域名利场，目标完成3位角色的命运解读。都别玩手机了。嘿，哥们儿，新来的，这年头骗子也内检了，都学会精准投放了。不信的就走开。大师，您真能看相选角？你跑了多久龙套了？3年了。演的都是丫鬟？您怎么知道？你这脸除了丫鬟还能演什么？可他们都说我这张脸最符合现在的审美，上镜好看。大师，我就是想问问，我这辈子到底有没有女主命？你不是没女主命，你是亲手把自己的女主脸给整成了丫鬟。你胡说，我没整。是没动刀子，但玻尿酸没少打吧？把原本的棱角全填平了。你这里本来有块骨头能撑起你的气场，让你演女将军，演女帝王，一针下去全没了。除了跟在小姐后面喊小姐不好了，你还能干嘛？你说呢？小丫头片子，你还想当女主角啊？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你配吗？那我该怎么办？去医院把脸上那些不属于你的东西全融了，然后去隔壁 C 区的铁血长陵剧组，他们正在招一个女将军的马术替身，危险系数高，没人愿意去。那是你的转折点，抓住了，1年之内你能拿到属于自己的角色；抓不住，你这辈子就跟丫鬟锁死了。哪来的江湖骗子，跑到这儿来忽悠人？不知道这里是拍戏的地方吗？赶紧给我滚蛋，不然我叫保安了！看相选角还定妆改命，你怎么不说你能直接能定谁是主角？就你们这种神棍我见得多了，骗那些想红想疯了的小姑娘，我呸！有种你帮我算算呗，我看你能骗我什么？导演，你印堂发黑，眉尾散乱，嘴唇发白，这是典型的破财见血之相。你还给我看上相了？我告诉你，老子你今天要拍的那场爆破戏差点埋歪了，左移3米，不然你今天赔出去的不只是钱，还有你这只拿对讲机的手。我看你是活腻了。不好了，副导出事儿了！嚷嚷什么？天塌下来了！差点！刚才最后一次检查，发现埋尸位置不对，离男主角的站位太近了，得立刻往左边移3米。这是真神仙啊！影视城里，江峰刚才那一手直接镇住了所有人。高人还能套近乎，阎王爷谁敢惹？你过来，今天的最后一卦是为你留的。江大师，我丢了命。那小子有一张仙的皮囊，而你有一张写满故事的脸。他的脸是画出来的，你的脸是活出来的。你的骨相是潜龙在渊，坚韧不拔。你不是丢了命，你是把自己的真龙之命活成了别人的影子。为了给你那个烂赌的爹还债，你签了卖身契，甘愿藏在阴影里当他的替身，承受他不能承受的伤痛。他拿了影帝，你拿了3万块红包，这才是你痛苦的根源。那个剧组叫尘埃，小成本文艺片，穷得连盒饭都快发不起。你的龙门在那边，他们需要一个真正有灵魂的演员，去用你叶豪的名字去试镜，而不是以汤一菲替身的身份。江峰正准备离开影视基地，钱里这只老狐狸又找上门来，开口就要请他当什么盘古计划的甄别顾问。请，我的下班时间到了。江顾问快人快语，那我就不绕弯子了。华科院正在筹备一个代号盘古的人才云栖计划，关系到国家未来几10年的尖端布局，但应聘者鱼龙混杂，履历造假，成果夸大，所以我们想正式聘请您担任盘古计划的特邀甄别顾问。新任务发布，地点华科科京海分部3号会客室，时间每日10点到12点，方式旺气官运，目标为3位候选人提供潜力评估并成功应验。江顾问，这位是方阵血兽们计划的首席科学家，方教授，这位就是我跟您提过的江峰江顾问。江先生，这是什么意思？我们这里有椅子。坐不惯，还是自己的东西用着受手。气运华丽，根基浮萍，这份天才不是他自己的。你这股气带着一股陈旧和不甘的味道。在你导师3年前意外去世后，你的研究成果才开始井喷式爆发，对吧？你胡说八道！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在暗示林博士的学术成果是抄袭，这是人身攻击！江先生，说话要负责任。我建议你们去查一下他导师所有未发表的研究手稿，尤其是和他那场实验室事故有关的所有记录。
启动1级背景核查，目标林天宇的导师李振国教授。请。李振国教授的加密硬盘被破解，里面那些没发的手稿和演算数据跟林天宇近3年发的论文高度重合。更关键的是，3年前那实验室事故的唯一目击证人就是林天宇。纸上的东西可以模仿，公式可以抄，但人身上的气装不了。他心里有鬼，气就是虚的，是借来的。下一个吧，别浪费时间，出去走走透气。江顾问，他就是你们要找的人。您不是在开玩笑吧？那是刘伯，后勤部的清洁工，在这儿扫了20多年地了，快退休了。你这双手用来擦机器，太浪费了。这台离心机的轴承偏了0.03毫米，再这么转下去，里面的超导样本就全废了。刘师傅，您是怎么看出来的？听出来的，这机器转起来的声音不对，有点虚，就跟人一样，看着好好的，其实里面零件松了，说话声音就没底气。紫气藏于内，华光敛于身，这不是普通人的气运，这是镇国基石的命格。你的手前半生造的是国之重器，后半生却用来扫地重尘，从云端跌落泥潭，不是你的错，是时代的遗憾。刘老，我们对不起您。年轻人，我能问问你是怎么看出我来的？我看人不看他过去干过什么，也不看他未来能干什么，只看他身上那股劲儿还在不在。您的劲儿比这楼里所有穿白大褂的加起来都足。这位想必就是江顾问吧？久仰大名。这位想必就是江顾问吧？久仰大名。你们面试的不是一个人，是一段程序，一个完美的拟人算法。江先生的评价很特别，能具体解释一下吗？我给你算一卦，不算你的前程，也不算你的过去，只算你昨天晚上7点到8点一个人在家做了什么。江顾问说笑了，昨天晚上我当然是在为今天的面试准备相关的资料。不对，你坐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没有开灯，你的面前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你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一遍又一遍地观看一部记录贫困山区失学儿童的纪录片。你看的不是内容，你是在学习和模仿录像里那前来探望的志愿者母亲在看到孩子哭泣时脸上担忧和心疼的微表情。你暂停、回放、放大画面，你在给自己安装情感模块。真厉害，你是我遇到的第一个能看穿镜子的人。江峰正看着电视消磨时间，一条本地新闻突然弹了出来。我国考古界迎来重大发现，京海市博物馆正在举办丝路遗珍特展。这个玉佩成色一般。丁，检测到宿主触发关键词，新任务发布，地点京海市国家历史博物馆 B1层特展厅。没办法，为了活命，班还是得上。江峰听到剑身传来金戈之声，可剑柄和剑鞘那里却死气沉沉，像被硬生生拼凑在一起。同学们看，这把汉代骠骑将军佩剑，乃是西汉名将佩戴过的传世之宝。这浑然一体的锻造工艺，体现了汉代高超的冶金技术，更是强悍精神的完美体现。浑然一体，好笑啊！这浑然一体的锻造工艺，体现了汉代高超的冶金技术，更是强悍精神的完美体现。浑然一体。好笑啊！老先生，我没胡说啊，我就是发表一下个人观后感。难道您没感觉吗？这剑身和刨柄看着就不像一个妈生的。你这是对历史的亵渎！你懂什么叫鉴定吗？啊！鉴定我不懂，但我懂心，尤其是言不由衷的心。孙教授被江峰一句话戳中要害，脸色瞬间煞白。哟，急了，看来是真说中了。胡说八道！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这个人装神弄鬼，扰乱公共秩序，把他给我赶出去！教授，别激动嘛，您这么大声，心脏受得了吗？老师，您消消气，别跟这种人一般见识。教授，咱不谈悬的，就
就谈逻辑。您是国内最顶级的青铜器专家，眼力肯定比我毒辣。您就说这把剑出土的时候，是不是只有剑身，没有刀柄和剑鞘？江峰这是在炸他！一派胡言！这把剑出土的时候就是完整的。话音落下，江峰的太阳穴传来一阵轻微的刺痛，真实之眼发动了，他得到了肯定的答案，气势瞬间变了。教授，您在说谎，对不对？这您是国内最顶级的专家，不可能看不出来，但您不敢说，因为这把剑是您亲自带队发掘的，是您一生的荣誉。一旦承认它有瑕疵，就等于否定了您自己。你胡说！你血口喷人！教授，您这段时间是不是经常半夜惊醒，然后就再也睡不着？是不是总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去医院检查又查不出任何毛病，医生只说您年纪大了，思虑过重。这份不能说不敢说的压力，才是您最近夜不能寐的根源。我说的对吗？江峰完成了第一卦，他看着精神已经垮掉的孙教授，转身离去。大师，请留步。有事儿？大师，我最近也遇到了一件怪事。大师，请留步。有事儿？大师，我最近也遇到了一件怪事，一件跟文物有关的怪事。我怀疑我可能被什么不干净的东西缠上了。说吧，怎么回事？也许我能帮到你。大师，我是博物馆的一名文物修复师。半个月前，我们接收了一件新出土的文物，是一只唐善了彩绘陶俑。我的工作就是把它修复好。从我开始接触那只陶俑的第一天起，怪事就发生了。每天晚上，我都会做同一个梦，梦里我被关在一个漆黑的小黑屋里，什么都看不见。他一直在哭，只能是在喊冷喊饿。然后呢？然后我开始在现实里也听到那个哭声了。大师，我真的快被逼疯了。那哭声一开始只在修复室里，后来在家里卧室也能听到了。去看看你负责的那件文物。盛唐气韵笑看千年，但现在却阴气晦结，怨念颇深。问题不出在陶俑本身，是因为这底座里被镇压了一件不属于他的东西，一件带着强烈个人执念的定情信物。大师，您怎么知道的？这尊陶俑送来时底座破损厉害，里面是空的。当时我刚跟我男朋友分手，一时想不开，就偷偷把我前男友送我的定情手链藏在修复用的填充材料里，一起封进了底座。我想着让我们的爱情能像文物一样流传千年。你这叫自作孽不可活。你也不想想这是什么地方？国家历史博物馆，这里面的东西哪一件不带着历史的厚重气韵？你把儿女私情塞到这里面，你这是把你的姻缘用千年陶土给死死镇压住了。这风水能好才怪，这叫姻缘入土，永不超生。你这辈子别说正桃花了，烂桃花都不会再有一朵。原来是这样，大师，那我该怎么办？赶紧去找你们领导坦白自首，申请重新开底，把你的破手链取出来。晚了，你这辈子就准备跟文物过吧。那会不会被开除啊？开除也比当一辈子单身狗强。你就说你修复时不小心把个人物品掉进去了，态度诚恳点，最多就是个处分，两害相权取其轻，懂不懂？谢谢大师指点，我这就去找我们主任。这活儿干得还挺轻松，都是心病。江峰体内的共情屏蔽被动技能正在高速运转，勉强抵消了面前这片区域带来的精神压迫。他盯着那具造型古朴、双眼空洞、嘴角似笑非笑的黄金面具，心里直骂娘：这玩意儿根本不是死物，而是一个正在吞噬历史的怪物。所有人都在有意无意地忽视他。负责这片区域的导览员讲得昏红晦涩，可当他路过面具时，就像潜意识里觉得这东西根本不值得介绍一样，直接略了过去。这诡异的被遗忘感让他越发不安，就像潜意识里觉得这东西根本不值得介绍一样，直接略了过去。这诡异的被遗忘感让他越发不安。小友，对这个也有兴趣？教授，您怎么过来了？身体好点了吗？好不好是另一回事。刚才你那几句话让我有些震动。这是我经手过最奇怪的一件藏品，所有和它相关的记忆都特别容易被遗忘。研究团队总是莫名其妙丢失笔记，第二天就想不起前一天研究到哪儿了。就连我也需要每天翻看资料才能勉强记住它的基本信息。我们都不太敢靠近它，总觉得看着它时间长了，脑子会变得昏昏沉沉的。因为它会吃掉历史，也可能是材料本身带有弱的放射性。说得好，很有精神。磁场、放射性，你们测过了吗？有数据吗？相关的检测报告呢？拿出来我看看。我确定困扰我们团队几个月的难题，如果真的能有一个答案，哪怕那再匪夷所思，我也想知道。很久以前，古代某个萨满在一次通灵仪式里玩脱了，他想请神上身，结果请来了个他惹不起的东西。他的灵魂被某个不可名状的存在反噬，在被彻底吞噬前，他用尽最后的力气打造了这具面具，将自己那被污染的疯狂的灵魂，连同那个存在的一部分一起封印在了里面。话音落下的瞬间，江峰脑海里响起系统提示音，勘破第3件产品真相，3卦任务完成。可还没等他松口气，异变突生。不对，你看那儿！啊！我的天！你们快看那个面具！
你在开直播，0个粉丝还算命，哥们儿，这套路也太老土了吧！